这一次我们来到了古代的徽州，来到这里真的是感受到了古人描写的那种烟雨江南的感觉。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旅游博主应该就是明代的徐霞客了。他历时30余年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后，写出了《徐霞客游记》。他曾2次到访黄山，给出了登黄山天下无山的评价。黄山真的如此壮观吗？400多年后的黄山，还是他当年眼中的样貌吗？这一次，我们跟随徐霞客的足迹，以登上黄山为目标，开启了在古徽州的旅行。然后我们这次旅程的起点呢，将从我身后的这一栋古建筑开始，它叫龙天塔，已经存在了400多年，就是从明代一直留到现在。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张照片，我们之前专门做过一期视频，叫做莱茵河2号，它当时是世界上最贵的照片。这张照片很有意思的点在于，摄影师用高超的后期技术去掉了画面中原本存在的工厂、路人等元素，展现出了莱茵河在人类文明对其产生影响之前的样貌。我也想用这种手法，看看能否还原这里400年前的模样。哇，很美耶！即使过去了400多年，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还是保留了下来。不论是边远山村还是黄山市的中心，都延续着这种建筑风格。在登黄山之前，我们入住了山脚下的一个古村落城坎，近距离感受一下古人留下来的徽式风光。我们来到了城坎的景区，然后他们这边全部都要提前买票啊，然后这边管家在帮我们办票。我们这个身后就是，哇，这边的田好好看啊！是的，这些都是水稻。你以前小时候一起去种过水稻吗？种过，我跟爷爷奶奶下过地。从这边看出去的大概的这个风景，跟古时候应该不会有特别大的区别吧？都是田嘛，然后房子也种白的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好的，那我这个入口非常的。这真鹅吗？是的，是真鹅。大鹅。明天如果想要拍那种喂鹅的话，可以跟管家拿一些菜叶子啊之类的。哦。好的，现在事情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本来预定的是下面那间房间，然后管家说上面还有一个空的，我就说我们能不能过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样子的，结果他说这个是李现同款。神奇。然后我们就把目光移到左边，你过去。好，我来给你拍张照片啊，我找一下它那个是什么角度。它是这样的。它是这样的，它要嘴角微微上扬。哦，这边真的超棒，这2楼，然后你能看到整个荷花池。我感觉我现在已经按耐不住创作的欲望了。就为什么这么喜欢这儿呢？就是在这里真的可以感受到历史，感受到时间。这个吧，就很有历史感，肯定是有些年头了呢。是的。这家酒店是从几栋明代建筑改建而来。如果你也来到徽州，那一定不要错过每晚的鱼灯演出。这是从南宋时期传承下来的一种祈福仪式，并在现代被发扬光大。再看，我们现在在一个小桥上面，然后这边挂满了这个灯笼，感觉好浪漫啊！大家一起淋着雨，等鱼灯。这个烟雾很梦幻哎，好不一样。你看那个雾会把这个建筑也弄得很朦胧。徽州鱼灯原本是新春元宵期间才会出现的祈福仪式，人们扎起鱼灯，点亮烛火，在村巷之间巡游，祈求新的一年平安顺遂，年年有余。而到了今天，这项古老的民俗被重新带回日常。每天傍晚，蓝调时分降临，古村里的鱼灯准时亮起。这一刻，来自五湖四海的游人们一起穿越到了过去。
当我的双脚架。对，双脚架。这边的文化被传承的好，好像在很多年前是没有这么大的这种鱼灯的，他们可能没想到在现代被发扬的这么光大呢。听说很多江浙的朋友说，他们从小就看这种鳌鱼看到大的，但我是第一次看，我觉得真的超级震撼，像过年了一样。你们原来一直都过得这么好。这场鱼灯演出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改变。过去10年，我们都在极力避开人群，探索人迹罕至的地方。终于到了今天，我开始能融入其中，静下心来感受人文的魅力了。伴随着蛙叫和雨滴在荷叶上的声音，梦醒了。今天早上很浓的这个烟雨气息，大家能听到吗？这个声音，哇！我想去收集一下雨滴滴落在荷叶上的声音。感觉自己醒来了之后，听了一场属于徽州的 MSR。我想拍下这个叶尖上的露珠，但是我相机没有带微距，我这个 OPPO Find X9 Ultra 的3倍镜头，它可以达到非常近的对焦距离。大雨过后，山谷间积蓄了充足的水汽，这些水汽将在山谷中冷却凝结，逐渐汇成云雾，漫过群峰。根据天气预报，今天下午黄山将迎来放晴的窗口，可能会有很大机会看到云海。终于到了上黄山的日子。Oh shit 了！我刚刚把相机放在这儿，然后脚绊了，也给它绊下去了。哦，还好这个草，要不然就废了。我的麦克风的这个毛毛都湿了。哎呀，太惨了吧，这也。最后走之前，这有一只鹅，这有一只母鹅。是的，它在那孵蛋。哇塞，出发了是吗？就是这边。好可爱啊！我的天，我第一次见这种哎。哎呦，蛋，看蛋了，这么给面子，谢谢，妈妈，谢谢，好多蛋。我们的旅程终于要踏上黄山了。因为今天天不好啊。今天上面有云海。极限上山，玉屏索道，对，这边。哦，我们到黄山，哇，这个地方下缆车的就这么厉害吗？你看远处的这个已经很高了，黄山的景很不一样哎，中国风。好，这直接就要开始登山了。早在很久之前我就听说过黄山的大名，然后这里据说爬起来非常的累，我现在已经感受到了，因为这边的楼梯都很陡哎，刚从索道下来，这个坡度的话起码有个35到40度我感觉。然后呢，我的腿也刚刚痊愈，所以这是我腿好了之后的第一道试炼，在爬黄山。黄山哎，你敢信吗？只有我们2个人，没有人呢，只要大家在最后时间上山就没有人呢。所以你这个包为什么这样？为何这样？没绑好了好像。啊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吧，挺有侠客风范的。这个地方是我目前唯一一个觉得它就应该修楼梯、修护栏的地方，因为你看这个山体本来是这样的，这本来就不是人该走的地方，就是硬生生的把这个路给修到这种悬崖上来了。好伟大！这正常就是这种石头，这你怎么上啊？这怎么修的呀？好神奇！古人是怎么上的？
黄山的山体是大块大块光滑的花岗岩，极其陡峭的造型绝不适合普通人攀登。但可能因为黄帝曾在这里修炼成仙的传说，逐渐有山民和僧侣尝试挑战，在怪石嶙峋的山体中找到可以绕行的古道，在经年累月把危险地段凿出台阶，搭上石桥，山中也修建了可供人住宿的寺庙安堂，黄山也就慢慢变得可以被攀登了。我可以明天直接坐在这下去吗？我觉得我爬不了这个。你肯定可以的，宝宝。我们要去看看这些风景，它今天有没有变化。徐霞客当年登上了黄山最险峻的天都峰，这也是我们本次的目标。我们计划住在离天都峰最近的玉屏楼，第二天一大早上山。我们现在在黄山的这个徒步路线上，然后听到前面有欢声笑语的人声，哟，看到人了。我在想，怎么样才能够在这个山里面变出一个宾馆来？嘿，哟，我已经看到有商店了。哇，玉屏楼宾馆，我们到了。太厉害了，我们去看看这儿。这个地方都有宾馆，我的天！在群山之巅，居然真的有一座宾馆。而更让我震惊的是，400多年前，徐霞客也曾在这里过夜。那时的建筑叫文殊院，是一座佛教山庵。原来中国的基建在古代就很厉害了。就当我们准备入住、稍作休息的时候，哦，想看在哪儿能看？马上跟着走。他们已经出发了，要不你先把房卡放这儿，把东西放下，现在就赶紧跟着走。哦，行。天哪，这还有看日落的座儿吗？这个。前面一个绿色衣。哇塞，这山是这样的吗？哇塞，这么太壮观了！这要穿一个隧道哎。你坐前面吧。是把石头凿开了。嗯。腿好大。我怀疑你装病，就是为了让我给你推轮椅。怎么就装病呢？其实我前段时间就有这想法了，参加一下这种旅游团是啥样的。咱这今天是一个小团的哈，拿着小旗儿，小轻松陪您看日落，这种就给人很安心的感觉。哎，一线天，这就是中式美学。哇，这光，绝了！这个画面美到有点不真实。上山了，我的鼻涕又开始。为何迈着猥琐的步伐？这是我1倍拍的吗？然后一般手机里面就最长就3倍或者4倍了。对。但是这个有10倍的天眼长焦，10倍。哎，我们是不是快到了？上面人越来越多了。卖烤肠的啊！终于来到卖烤肠的景区了。营业到几点呢？日落。哦，日落烤肠店。太厉害了！我们要2根。2根烤肠。好。2根烤肠。走，我们去那边看日落。我对你真的很失望。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要先把烤肠吃了？我在等你，你却先吃了。没有啊，我这烤肠还是加那个蛋白质的，你看。你看那一本。蚂蚁。哦。日落时，我们找到了一处正对夕阳的台阶，于是准备坐下来欣赏日落。啊，特别安静。是博主啊？还是什么？没事，到时候我帮你关注一下。大哥，你哪儿的？我老家是东北的，我在扬州做生意。哦，听出来是东北的，咱也是。我就临时过来玩，然后昨天晚上，然后觉得无聊了，然后我就开车就过来了。您东北哪儿的呀？吉林通化的。那离我们家很近了。我俩沈阳的。沈阳的？什么沈阳？我们抚顺的。不认得。他是东北女婿，分不清沈阳跟抚顺。和400年前不一样的是，现在我们有新的高科技手段，手机、相机，还有可以飞的相机。我把你拍的沐浴在光里面。哇，那我们来看看这边的日落吧。太震撼了，天宫了，云顶天宫的。啊，很漂
云海变厚了，特别漂亮。我这边能看着了，能看到了，快过来，快过来。会我得用手机拍两张才行。地面的视角也很重要。现在大家在一起看日落。这要烧起来。这有火烧云了吗？色的，会烧的很厉害。是紫色的，是不是中国都古话叫紫霞呀？有这种描写吗？烟霞，我觉得适合烟。哦，这好像是紫烟，可能就真的这种什么紫烟啊？秋水共长天一色，什么雾山什么来着？哎，我们突然太没文化了呀！大家都好有文化呀！突然现在不说牛逼了，现在突然一下子就是激发了血液中的文脉是吗？刻在精神里的文脉。你看过那个，就是他们那个郭浩写那个书《中国传统色》嘛？就是里面有一个颜色叫木山紫，就是现在这种紫色。哦，木山紫，哇！你们是语文老师吗？我们刚刚一直在说，别说，说起来放古代他好歹算个编修，结果现在一句牛，哇！你们今天要走下去吗？我们去光明顶，然后呢？然后找个餐馆吃顿饭，过个夜。晚上这在哪过夜呢？就在你那椅子上趴着呀，椅子上坐着。穿短袖啊？对，穿短袖啊。怎么？今年多大呀？这么厉害，这么猛？芳龄23，身体也太好了。你然后明天一早下去吗？走下去还是坐缆车？明天坐索道啊。这个点现在有点想下去，但是是你们没赶上索道，还是就是想在这儿过夜？到天都峰的时候都快5点了，有点迟了。拜拜。啊，拜拜，注意安全啊！这就是年轻人的魄力嘛。年轻人是这样，什么计划也不做，然后直接就是硬扛。其实我们以前也是，这个秋天的时候，去拍那个尸源露营，就是零下1度的时候，然后我们那个没有钱买睡袋，就亚马逊买的那种可以抽拉的帐篷，大概只要200块钱，一个很大的双人帐，贼沉，但是呢便宜。然后买了一个50块钱的防潮垫，然后就往那地上一躺，就缩着扛一晚上。你忘记去年还是前年，我们还从晚上的6点钟走到了第二天早上9点。是呢，去年还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。突然感觉有点浪漫呢。哎呀，这太陡了，姐姐。小心一点哦。这天都峰只会更吓人呢。现在是晚上时间，虽然这个山里面看起来没有人，但是我们看那个塔左边，亮晶晶的，其实是一个建筑。然后我们再看那儿。那儿也是一个建筑，然后在那儿，所以黄山很特别的，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景区。那刚刚那几个小伙子就是说，他们会找一个餐馆吃点饭，然后在椅子上度过一宿。太能扛了。对，所以现在让我们回到玉屏楼，看看黄山上的酒店条件如何。这里边修的可以啊，真厉害啊！这是黄山哎。哇塞，真厉害！8316，开始换。没有任何国家能在山上搞这样的基建。有啊。这种没有吧？太豪华了吧？我天哪！多少钱呀？这太牛了吧！这也太无敌了，宝宝。我还以为是那种最一般的那种。这1700、1800左右吧。中国基建厉害啊，而且这都电动的。哇！这是黄山，哇塞！这个山体嵌在这个酒店里面。哇塞，菌汤、红烧肉，还有这个蒸辣味，这个是笋什么的啊？还有卤水干，还有大虾。宝宝，这太丰富了吧！这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样每天早上吃饱饱的，去天都峰。这个房间居然早上1下就能看到日出，太棒了！外面超级通透，坐在这儿欣赏一下。天都峰海拔1829米，是黄山中最险峻的山峰。想要攀登它，需要提前预约和一定的胆量。从玉屏楼出发，大约15分钟可以到达老道口登山起点，然后就是沿着越来越陡峭的台阶，
直达顶峰。趴紧啊！就一定要抓紧这个绳，不然的话，松手了人就没了，下面的人也没了。刺激啊！慢慢的，慢慢没有树了，就更暴露感就更强了。四驱啊，直接。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越野模式了。越野了，开始。不是不敢站起来，不要站起来。最陡的来了，宝儿，这是往天上走啊！来，你想我来拍你来。这怎么下来呢？哎，你都会攀岩，你怕啥呢？我恐高可是。这都有这个绳儿，你抓好。哎，这个地方确实是垂直的。哈哈，哦哦，抓绳子，对。这不是我夸张，是这个地方真长这样，这我没法拍了。感觉不远了，最后的挑战其实是山顶那一段啊！哇，到了！宝宝觉得怎么样？我感觉小螃蟹没事呢。哦，你感觉咋样？我感觉还可以，感觉还行哈。山顶没有那么吓人啊！这好漂亮啊！呜呼！山顶这个还是比较开阔的。哇塞，真不一样哎！你知道吗？400多年前，徐霞客到这个山顶的时候，他的诗句，你知道他说的哪一句吗？他在《天都送风》里说：“万峰无不下服，独莲花与抗耳。”现在和400多年前他描写的场景一模一样，没有任何的变化。对，这里就是最高的点。据说20年前这里没有网，只有石柱和一根绳。往前推400年，我无法想象徐霞客是如何站在山顶的。他之所以出游，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不信其他的书籍上所描述的那些风景，他要用自己的双眼去确认。徐霞客并不是奉命远行的人，他不是为了做官，也不是为了经商，一次次的出发，只是想亲眼去看看这个世界。30多年里，他游历了大半个中国，穿越山川湖海，洞穴江河，留下60余万字的旅行记录。400多年后，我们追随他的足迹登上天都峰，也终于看见了他曾看过的风景。但我们的旅程还没有结束，小螃蟹一直遗憾没能看到黄山最壮观的云海。于是，在等待的日子里，我们决定继续向南，去到古徽州边界上的婺源。那里一定不只有油菜花和白墙黛瓦，还有更多值得被看见的人和风景。一边是等待那个同学。不知道有多少人小时候也是听着这个入睡的。然后我的老家呢，那边就是电其实不是很发达，在我小的时候，我们都没有空调的。但是以前的夏天也没有那么热，晚上就会盖着很薄的被子，然后这个吹的电风扇。大家早上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叫做红关村的地方，这里位于婺源县，是一个非常 local 的小山村。小猫，红关村是徽墨的产地，
这里也是曾经吴楚两国的边界。村子里有一棵巨大的樟树，据说已经存在了1000多年。民宿的洪管家带我深入探访了这个村子。哎，这个草吗？哎呀，还有草吗？哎呀，好，挺好，行。然后我老婆她昨天没休息好，她就休息。哦，就我们去。对，就我跟。走。下午可以一起去山里面喝个茶。啊，喝茶我俩应该就不去了，我俩得出去再拍一拍别的东西。哎，不是还有2个客人吗？他们在樟树底下那里等。哦，这条路就很厉害了，这条路就是叫徽老古道啊，徽州至老州的一条驿道。徽州人哈，落叶归根回来要做3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做什么呢？修祠堂，他能把一个家族的心聚在一起，在家族里树立榜样。然后第2件事情就是架桥修路啊。所以说我们这条古驿道啊，可以说在古代，在我们江南地区最繁华、最发达的一条驿道。就是因为它的配套设施很好。对，就是听说以前古代本来是挺穷的这些地方，但是呢，大家出去经商，然后又回来建设家乡，就建设得很好。这其中是一部分。然后这里我们就有一个叫什么5里1小亭，10里1大亭的说法。而且你刚才说到这一点，过去很穷，后来也很富裕，这为什么呢？其实我们徽州地区，尤其是婺源这个地方，过去中原地区一些大的一些氏族啊，到这边来避难过来的。正因如此，红关村里留存下了许多徽商大宅和有趣的细节。这个叫什么？知道？这啥呀？拐弯抹角。对啊，这个知道。对。这真是拐弯抹角。这个就真正的拐弯抹角啊！墙角对的人家是件很不好的事情。叫什么？比较尖锐啊。针锋相对。比如说我拿一个尖的剪刀对到你，你肯定很不舒服。人家从这里走，怕人家鞋子打湿了，就有一个缓冲作用。古话说徽州8山1水1分田，是指这里的空间十分珍贵，道路狭窄，但是为了方便大家通行，也有人家会把房子往内凹陷一部分。我们还看到一家曾经十分厉害的徽墨总店，它的大门都是由成千上万片木片精心拼接而成，十分漂亮。探访老宅看到的就更厉害了，他们的门上居然精心雕琢着十分精细且立体的木雕，这样的精细程度即使放在今天也十分震撼。徽州这块土地虽然山多田少，资源匮乏，但他们靠努力翻山越岭出去经商，创造了许多财富。那要了解这古道到底是什么样子，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去走一趟。下午我们按照计划出发去左园村徒步梦里古道，但是车爆胎了，我正常在开，然后在公路上，这突然就爆胎了，尴尬了，计划完全打乱。请问你们这村子里边有没有能修车的地方？这里没有哎，就是我们车轮胎爆了，刚刚突然爆的。上面有。远吗？不远。就往前开下一个村子吗？哎，这得上去啊。不远。好，那我赶快开一下试试。好，谢谢。这轮胎胎已经爆，裂成这样。板桥修车。这么牛吗？这地图上都搜不着。太好了。Oh my god！ 喂，你好，想紧急修个车，好的，谢谢，那我们在这等着。我觉得运气真的还挺好的。是呢，想停车休息一下，不晕车也休息了。对，因为那个盘山路开的我要吐了，然后我就想停下来，然后停下来之后，我以为你干嘛去了？我以为你在拍照。马蜂吗？我们买了这么多年的全险，第一次派上了用场。大家看吧，这个胎纹，它这个轮胎本来就磨得不咋地，不行了，你看这个胎纹都快磨没了。很快，修车店的老板就来了，但可惜这里只能修电瓶车。我们联系了保险公司，说只能把车拖回黄山市，租车店也没有更好的方案了。这样一来一回，起码会用掉1天的时间。但就在这时候，就是除了救援之外，我们还有一个方案，因为我刚才联系了酒店的那个管家，他人超好，他联系了那个认识的修车师傅，所以他可以从镇上带同样大小的轮胎来给我们换。然后这个时间我们大概需要等1个半小时，他带我们去徒步，他已经出发了。哇塞，这太好了！哎呀，洪管家你好，救星来了。我现在给你自作主张啊。我直接叫了那个拖车过来了。哦，对，就是得这样，对。叫他拖车拖走，然后我自己带你去玩。等一下他车子修好了就把我们送到民宿。太好了，哇！就价格不变。哦，帮大忙了。
啊，要不去18折吧？木梨红现在这个天气不是特别好。我们现在是去走这个灰老古道最经典的一段这个路线，叫18折，过去有18道弯，那里而且据说那里就是吴国和楚国的分界。神奇的经历，这样我们又开启了一段不一样的旅程。这就是以前徽州人经商要翻山越岭经过的路。过去这条路是一条很重要的这个运输那些物资的一条通道。崂州地区它是属于是这个鱼米之乡嘛，把那边的粮食运过来，然后把这边的茶叶运到这个叫浮梁去交易。看我们这到处都是茶叶。但是是野的吗？是不是种植的？种。我们这边野茶很多。野茶，我今年就去采了这个野茶。对，像这个茶叶好，就是叫一芽两叶。它是二级品，然后呢，再要高级的就是一芽一叶。然后再最好的就是一个芽。就它的品质，对，这个就是三个档次。天一山水阁，就是以前大家走这条路，相当于过夜的地方。就是有时候，比如说你挑担挑不动了，就没办法了，就到这里过夜也有可能。那这种在古代是收费的吗？不收费，那是谁收的？都是分文不取，就是大家来做好事做善事啊。这么厉害对，就山顶上有个叫吴楚分园，那里在五代期间就有了，就那个方婆，她就在那边免费视察。看看这种就是过去那个车轮印子，看到吧？车轮能在这种地方开啊？对啊，独轮车嘛，它到这里要推过去嘛，翻过这个翻山越岭，看到吧？哎，这是我们车吗？对。哟，这是我们的拖车，他没看着我们，好快呀！喂，一下起来。那么好看的是北面回来的，我的车跟着富安桥过来。好。就听懂一句辛苦了。叫他。别的我听不懂，这样的方言还是不那么容易懂。师傅说这里的这个水是农夫山泉的源头。哇！我们如今就是背着轻量的这种徒步包走过来很简单，但是以前人都是为了生活，他要运送很多物资嘛，要不挑担，要不然就是推独轮车，还得很多人一起挑，很难哎。主要是比挑担它又高级一点。挑担它一天只能挑100斤嘛，但是我独轮车就能拿500斤嘛。我的妈！哇，这已经很高了，很漂亮哎。好漂亮，那边好绿啊。我这会儿真的有自己是古代的要经商走徽州古道出山的那种感受了。到这个点了，我们是不是得找个驿站休息了？这个你这样想的，古人也是这样想的，就在这里就有这个驿站，叫季字亭，就在这里。季字亭。哇，这是季字亭吗？哇塞，宝宝，这特别啊！乾隆年是什么时候？清朝小燕子那个时候。这是另一个门吗？这是厨房的门，那边就是给客人休息的。对，它这里就有门。哇塞！我以前到这里到这里煮过茶。有情调啊！那我们到煮茶的地方喝点水，走，咱过去喝点水。我还带了点儿，应该是你们的黄山当地的特产。什么东西？就坐路上也可以。就坐路上嘛，坐这儿风景好啊。对，因为你天黑了，坐在里面太暗了。对，好，那咱就坐这儿。我不知道我带水不水。这外面还有这个那个蛋。我的水，这是您的水。然后，这是不是？对，这个就是我们叫蟹黄烧饼。这么高级吗？对，像不是它这个外壳像那个螃蟹的壳，里面是梅干菜，这是小的，还有大的。就是比如说以前大家走这个古道，可能带干粮，对，就是这种。进京赶考都是带这个。看，我把它拆出来啊，是这样的，宝宝你可以再近一点。梅干菜是这边，它是好放嘛。这是传统的吗？对，
他们是叫徽州酥，但是我们叫千层酥，也叫磨酥，跟这个徽磨一样。徽磨就是这么一个大小的，然后在砚台里磨是吗？对对对。那我俩吃徽磨酥，您吃个这个顶式酥。徽磨酥应该是黑的。它是这样的，这就是徽磨，就是长这么一条。对对对对对。当然是一种粉末，然后它压成这个。它是黑芝麻。哦，好香！你看，是黑芝麻。洪师傅说，徽州的古道5里一小亭，10里一大亭，而且大都是免费视察、慈善运营。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，我们2个爆胎的难民却又一次被他们的后代救了下来。太巧了，我们在这个茶亭这儿，然后我刚好就看到我们的车被拖走了。是的，这就是我们的车。这也是颐县泉那边的山泉水是吧？这里上去就是颐县泉。这个水等一下子就起雾，这里。哦，因为太凉了是吧？对，我是住清华镇，所以我跟柯雷说，我也是清华毕业的。就是看到这个，突然感觉回家了一样。太好了，哇塞！哇塞，这绝了！就是神奇的经历。对，经历了一些无伤大雅的事情。喝冰的是喝常温的，我喝冰的。哦，这是这是糯米冬酒。这是我自己写的。这老好喝了。待客之道，待客人上手。谢谢你们。米酒就是婺源的小茅台。哦，可以。我觉得这比茅台好喝。谢谢洪师傅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所有人，谢谢大家。不谢。我们感觉被接回家来了。洪师傅是红关村本地人，曾在上海工作过10几年，但随后放弃了在上海的一切，回到这里深耕自己的家乡。第2天，他带我们去了自己的秘密基地，一边饮茶一边听他的故事。这里是洪师傅自己做的茶亭。来，这里请。我们就地取材，就随便取点，就好好看啊。我觉得洪师傅和以前的文人雅客一样，他也喜欢煮茶。这个地方能让人静得下来，这个位置。是叫野生红茶，荒野红茶。刚起的名字是吗？对，我自己起的，自己采的。那个地方很荒，这个是自己采的。那个荒山上，就可以就泡好了。对，就可以喝了。哇塞！我是在上海待了16年嘛，当时我是这样想的，对家乡有一种情结，我就说，到时候赚了钱，迟早是要回家的。很神奇，就是我发现，就像我是东北人，我们那边赚了钱就会离开家乡，然后我发现徽州人是赚了钱会回来建设家乡。回来就是这个，就是好像是徽州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种想法。我一直说没有到上海像定居，我都从来没有这种念头，都是一直就是想回来。然后我就想啊，在家里生活的那么好，我们何必要出去闯，然后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那这样子也很好啊。就等于是对于大多数人说，就朝近路了，就实现自己的梦想了。就是您觉得就是在这个乡村生活有什么样的魅力呢？其实上海，我觉得就是说，我一直跟我女儿说，跟我儿子说，但是年轻一定要出去闯一下，要去见一下世面。他那个地方就适合赚钱，他生活节奏快，这里就乡村就适合生活。然后就是还有一点哈，我一直在说，我们乡村的一草一木，它都是会说话的。比如说植物啊，它一年四季，它都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，它就比如说开花结果，它会随着一年四季它会变化。
但是城市里面的钢筋混凝土，它是不会说话的。洪师傅爱好探索自己的家乡，不论是风景还是历史文化，他都在不断发掘新的玩法，同时也在尽自己的努力传承那些即将逝去的东西。这趟跟随徐霞客足迹的旅行，让我们偶然结识了这个现代的侠客。洪师傅还带我们摘了野生杨梅，挖了茜草，按照他们端午的习俗染了红蛋。和洪师傅的邂逅也改变了我们本次旅程的最终目的地。其实昨天在18折的下山路上，我们还有一段对话。就是您觉得三清山跟黄山哪个？其实三清山跟黄山哈，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说，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旅行家嘛，叫徐霞客，他3次到过这个三清山，他到过2次，到过2次是吧？对，三清山多了1次。对，多了1次。对，但是过去有一句话说叫三清天下秀，它很秀美，但是黄山呢就很大气。我就纠结是去三清山还是去黄山。我觉得去三清山。您更喜欢三清山？我个人呢，对。哦，黄山其实名气比较大，人会更多。对。徐霞客去了3次三清山。虽然我没查到徐霞客3次到访三清山的记录，但发现他有可能因为突发腿疾与三清山错过。不管怎样，还剩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们决定走出自己的路。400多年前徐霞客没能来到的地方，这次我们来看一看。然后看天气呢，明天从下午开始，这个雨云就会散开，太阳可能会出来，我们就有可能看到云海。所以这是我们的计划：雨天上山，在上面住1晚，然后拍摄一下雨景。其实我觉得中国的山水少不了雨雾，非常漂亮。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天气，其实没有人，没有人。包场了。吃完烤肠，咱们出发。哇，这个雨带劲儿了！大家看，我们现在是穿了冲锋衣，然后打了伞，因为我的包不防水。我们走到酒店大概需要30分钟。三清山，我们来了。太酷了！哎，你好啊！你好啊，兄弟，兄弟。天好漂亮哦！我的天啊，现在雨变大了，我很难描述现在的感觉，就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这边走，就觉得有一种漠视感。但是呢，你身处景区，又有网的，又不会发生危险，就很安心。神龙戏僧，现在其实什么都看不见，然后只能听到瀑布的声音和大雨的声音，但是简直太妙了。之前觉得出去旅行就应该是晴天，但是我现在想法变得非常多，我非常能够欣赏极端天气，特别是像现在这种。我到酒店了，谁懂啊，家人们？外面下着这么大的雨，然后酒店里面非常的安逸闲适，有暖暖的灯光。我的天啊！我们就先住在山上的这个酒店里，等着云开雾散吧。我大老远给小螃蟹背了杨梅上来。对，这是临时帮我背上来的，因为如果我们下山再去吃它就坏了，估计。然后我问你个问题，你知道我们水果界对于杨梅洗不洗一直有争论？该说该不该洗呢？对，你帮我洗一点吃好不好？这样子我就。都把它们藏起来了，让管家洗吧，我也不敢洗了，这太吓人了。你看遇到事儿，你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。我们出去看一下现在这个样子啊！我的天哪！我看到这个景色，我起鸡皮疙瘩哎！不愧是中国道教的仙山，确实是像有人在这修炼要飞升呢。只过了一小会儿，大家看现在山区又看不到了，但是刚刚拍到它那个好酷啊！应该几乎是快要日落了。我们现在漫步在三清山上，那边是我们酒店，很快就可以回去，所以这边，真的很安全，好特别啊！这边就穿到另一边了，好像。哇哦，
这真的是仙山呀！哇，我看到下面这个山好像很特别。哇，这太酷了！OK， 我现在拍完蓝调回来了，这我们酒店，这看起来好神秘。看完了绝美的雨雾蓝调，回到房间，发现小螃蟹居然烦恼重重。好的，现在是深夜对谈时间，因为我们只剩下2天，然后我就一直纠结，我这2天的时间是去黄山还是来三清山，然后我就一直密切的关注黄山的状况，结果黄山今天在最后一刻出了云海。然后我就很遗憾，我觉得我错过了。然后这边是一整天都在下雨，什么都没有的。是不是有那个雾里边的风景嘛，很漂亮。黄山它雨小的话，可能不一定能拍到那种。就是我会觉得有点遗憾。我们如果今天在黄山的话，可能会有其他的收获。我觉得。我觉得风景不一样嘛。你看黄山的山它是胖一点的，然后这边的山是清瘦一点的，所以可能这边更像道家的圣地。然后。本来徐霞客他也是看到了这里的山，但是他有各种原因他没上来。对，我觉得我其实是想看徐霞客看过的风景，所以才想去黄山。对，但是他没有云海啊。徐霞客也没说他看到云海啊。但我觉得如果看不到云海的话，他就少了一面，他就不是很完美。咱也看到云海了，第1天上去晚霞的时候就有云海了，只不过是离你有点距离的那种。你看我们跟着徐霞客的脚步来到了徽州这个地方，然后呢也登上了黄山，看了天都峰，然后也了解了他们当地的这些文化，然后也认识了很棒的这个红管家。我们每次旅行不都是先因为一个东西是一个契机嘛，然后最后都走出来的是自己的路，所以我们要走自己的路。那云海怎么办呢？会有的，明天我觉得这边也有的，这边的云海会更不一样。相信我，我们你保证明天会有？明天一定有的。你保证？保证。现在还下吗？不下了，这是大雾。哎呦我天哪！牛啊这！糟了，失策了！现在山里大雾，我们快赶去那个什么飞升的那个台走。天哪，这氛围给大家看吧，这个灯像是坏了似的。哎呦我天！精准的学习云图的知识这么多年，本来已经觉得自己掌握了它，但是没有料到下雨之后。这么大的降雨量之后，居然会起雾的这种情况。这是修炼呀，在道观里修炼。家人们谁懂呀？其实，当你凌晨4点起来看那个道路的时候，是有一些绝望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想试试。上面真的是一片田野，哇！你就感觉有一些微光透出来。夹在石头缝里面，这太黑了，所以我快门速度放得很低。早就很像鬼片了，出来就像鬼片了。对，这是鸟还是人啊？你录到这声音，好吓人啊！不是我，这要是在那个什么英国的山上，咱俩早跑了。一线天其实。对吗？这个声音。你录到了吗？一直有啊，清晰的了吗？一直有清晰的呀，要命哎！真的，我觉得我有一个很浪漫的想法，就不恐怖了，就是几千年前有一个在这修道的道长哼这首音乐，然后被这种鸟记下来了，所以他们的后代也会传唱这首音乐。忽闻海上有些山，山在虚无缥缈间。我们爬到了高处的玉虚台，但仍然还在云雾中，看来是昨天的降雨太过猛烈，即使过了日出，也没办法将多余的水汽蒸发掉。我们现在坐在八卦阵这边，稍微等一下下。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个天空的颜色其实是在慢慢变暖的，肯定是有太阳光的这个照射进来的一些。明显的，这边是白的，然后这边是有一点点黄的。今天早晨黄山的云海日出，破防了吗？有点难受了。
我们现在在这等雾散，但感觉很难呀。我们再等半个小时好吗？等等。这本书小盘跟我说对他很重要，然后呢，我从来没有看过，然后是最后一本，最后的大结局。他说一定要让我看一下，我刚刚看完了。我们现在正在玉虚台这边等日出，今天估计是没有日出了。就是好像呢，它是一本讲明朝的非常多的历史的情节，然后呢，在最后他反而写了一个跳脱出常规的这种历史发展的这么一个人，就是徐霞客，因为他走的是一条完全不一样的路。他没有去科举，然后没有走大家都会走的路，反而是穿着布衣、穿着草鞋去游历山川，活出他自己想活的人生。我觉得你是不是就是觉得这个是对你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？中国历史上从不缺远行的人，有人为了出使，有人为了谋生，而徐霞客是为了回应自己的好奇心。在那个大多数人读书、科举、入仕的时代，他没有走向一条被安排好的路，而是选择用一生去探索这个世界。明朝那些事儿是一部写尽王朝更迭、权力斗争、战争成败与人物命运的书，可到了最后，他却花了很大篇幅写徐霞客。也许正是因为在那些宏大的历史之外，他提供了另一种答案。历史不只是成败功名，人也可以选择一条属于自己的路，去回应内心真正相信的东西。看完了最后一章，云海还是没有出现，我们决定走一个大环线，去捕捉三金山云雾中的风景。告诉你一个消息，今天黄山上有很棒的云海日出呢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反而得知这个结果之后，我释怀了。你刚10分钟前不是这么说的？我现在释怀了。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很多事情，我不能同时拥有。然后我下次还会再去黄山的，我这么年轻，我会看到很多次黄山的云海的。我下次准备一个冬天的时候去，我觉得很好，因为这个山三清山是道家圣地嘛，我在这儿也感受到了一种修行的感觉，就由最开始的很有执念，到现在释怀，顺其自然更重要呢。三清山是道家圣地，而此时此刻，山体在迷雾中若隐若现，正应了那句“忽闻海上有仙山，山在虚无缥缈间”。我的天啊！你说这个修道真的可以成仙吗？有的人可能真可以呢，或者说成仙意味着一种境界吧，一种心境。做不动道的宝宝。奇怪，我们现在这个路线不在任何一条 GPS 卫星地图上显示的路线上。我们不会进入了什么结界吧？而且现在一个人都没有。对啊，这不是刚刚那么多人吗？突然没人了，这正常吗？这正常吗？你快点给我做心理辅导吧，因为今天的黄山从昨天晚上开始有日落，有日出云海，我们这儿一天都是大雾。这一天的大雾就是为了让你能够在日落的时候看到更厉害的。你看这边的山。可是这边的山看起来不会有日落了，这可厉害了！真的吗？这就出来，我们从这边看这边老厉害了，很漂亮的。我们在这等吗？还是？走了玻璃栈道就有了。走。光出来了。嘿。Thanks。快过来，快过来。怎么了？快过来，快过来。哇！这对吗？怎么到这边就好了？我们跟云一样高哎。我们刚刚就在那个位置，然后从那儿走过来的一路上，我都在懊恼，就是我没有办法拍到黄山最美的一面，我非常遗憾。但是我们往前走，只要我们继续往前走，我们就可以看到。
假如我一直待在那个角落的话，我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个风景了。I'm trying to find the ground beneath my feet. It's taking every part of me. I'm coming up for air. I'm coming up for air. Help me speak.好像一开始我们总是要沿着前人的脚印前行，但最终我们会走出自己的路，看到属于自己的风景。Coming up for